大家好，我们都知道一个人的成功、失败与否，跟小环境、跟大环境都是息息相关的。大环境就是国际形势、国家政策、教育环节、周边影响；小环境就是每天日常高频面对、孤男解疑、亲戚朋友。娱乐圈俗称小江湖，更是各种勾心斗角、火速上位、明争暗斗、社死收场的名利场和修罗场。看得见的棒杀，看不见的捧杀，一切都是万千吃瓜群众们的茶余甜点和下饭良品。然而呢，寒凉总在随风后，悲喜只有一心知。所有当事人真实的喜怒哀乐，注定都是别人家看不见、听不见的。真爱赵丽颖的您会知道她的真正的欢喜吗？铁粉王一博的您又知道她的真正的担忧吗？深度加温度，新闻最关注。众所周知，一个人的进步必须是认清自身的不足，擅长取长补短。如此，无论外界如何捧杀，如何棒杀，我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实力逐一反杀。王一博的无名预告片一出，您看到了什么舆论上的风向了呢？是不是都是一边倒的打气和鼓风呢？主观的讲，这是一件好事；客观来说的话，这是一种隐忧了。就好像我的小学语文老师特别喜欢我，偶尔呢会把我的语文作文当做了范本读给大家伙听的。请注意，是偶尔，而不是经常，并不是我的每一篇的作文，因为世界上从来就没有完人存在。所以呢，任何人的感悟、表现、写作和成绩都注定会有时差的，都注定会有参差的。就像王炸姐弟一道主演的有匪一样，该剧对于赵丽颖而言就是人生低谷当中的演技高潮了，而对于王一博而言就是业务高潮当中的自然绽放了。即便由于资本的缘故以及魔改的缘故等等的原因，让该剧无法重塑各自的巅峰出来与辉煌出来，然而呢，瑕不掩瑜，这是一次万千困难当中的一次相当成功的突围而出了。这种突破的心态保持下去的话，下一个的人生的高峰，甚至于说下一次的顶峰相聚，其实也是不那么遥远，也是指日可待的。话说这一次无名的预告片播出之后，网络的平台上官方所主导出来的一片的叫好声，大赞王一博的演技和他的方言。在新闻我老是与别不同的眼里，就显得有些尴尬的。按理说，电影预告片是个相当学术性的市场概念和技术的范畴。预告片好不好的话，通常都会对一部电影的票房产生出来无比巨大的影响力了。它通常都是大量电影精彩片段的精彩的剪辑和精彩的合成，它更是一个完整营销概念的重要的组成部分来的。所以呢，它其实就是艺术与技术的完美的结合体，而其中的色调、闪回、倒叙等等的常见的手法，都是相当常见的抓取观众们兴奋点的手法来的。然而呢，您在无名的预告片当中看到了这些超级吸睛、特别拉风的片花手法了吗？就像赵丽颖在《谁是凶手》的那个预告片当中，那个让人瞬间心悸和满腹疑惑的技术性眼神杀一样，您看到了没有呢？即便《谁是凶手》最终是悲催烂尾了，但是呢，它的预告片却是100%的成功了。甚至于这种不过不失、不愠不火的营销概念的成功，算是完整的贯穿了该部剧的始终了。对比无名，大量城市的隐喻、放大、空旷和留白，简直
不要太多了，简直可以让新闻我轻易地磕出上中下3集的无名预告片之100问出来了。单一色调，拒绝闪回，不见倒叙。您觉得无名的预告片当中，到底在什么地方抓住了您的眼球和好奇心了呢？所以说，从这个30秒的预告片当中，提早就能够磕出了王一博精彩演技的说法，似乎已经喧宾夺主了。这种操之过急的舆论的早期的导向，明显不是王一博的本意和态度，甚至还超出了王一博的本意和态度。您觉得是剧方的故意而为之呢，还是成耳的某种提醒呢？或者干脆就是于东这个大老板自己的意思呢？无论如何吧，无名这次贴片流出之后，王一博的团队便抓紧时间，风风火火的为王一博造势预热了。只是这回团队把控的点跟其他流量明星们截然不同了。通常而言，预告环节以测安全，公关团队都会围绕无可厚非的颜值和极其敬业的态度进行安利的。然而呢，这次无名的场子却是各种主推主打王一博演技的大风向来的。甚至这次在贴片当中完全没有梁朝伟的情况下，依旧出现了与梁朝伟同场 battle 也没有输阵的宣传语，这很奇怪。当然了，这种先入为主的安利立牌得到了不少王一博铁杆粉丝们的一致的认可和鼓励，正能量算是满满的。但是呢，很显然也给王一博带来了新的困扰了。毕竟这回亮相大荧幕，暂时还没有特别突出特别亮眼的眼神杀呈现出来，暂时还没有例如赵丽颖在谁是凶手当中的那一种琢磨不透的眼神过电出来。结果呢，团队上下都拿这个点不断的发酵了，着实给人一种没有点数的观感出来了。要说王一博本尊目前为止依旧年轻，依旧特别的谨慎和谦虚，毕竟清朗风暴还没有完。这个年头里面，谨慎吃瓜的吃瓜群众们都是比较吃谦虚吃务实的人设的。所以呢，面对王一博团队的这一波着急忙慌情况未明的仓促营销，新闻我老实说担心是要多过期待的。毕竟谁也不想出现去年那样的被黑粉们一窝蜂故意带偏风向的那个史上最大的娱乐风暴了。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自行的回顾一下新闻我曾经独家详尽深入解析的风暴内核。一种拉踩就是棒杀加上捧杀，相信大家伙还是心里面有点数的，心有余悸的。这不是开玩笑，因为玩拉踩没有人能玩得过权力机构的。社会主义铁拳一旦出手的话，任何的后悔都来不及吃后悔药了，都来不及了。视角永远都与别不同的新闻我有理由去担心一把王一博的团队了。在这个团队里面似乎出现了无间道了。王一博孤勇冲锋的同时，本应该抽空升级一下自己身边的工作人员了。乐华成事不足的案例实在是太多了，大家都知道的。王一博都已经顶流加上主流这么久了，身边的团队似乎还是不够给力，还是欠缺火候。
业务能力明显跟易烊千玺有一拼的这个王一博，其背后团队的能力似乎跟四字兄弟的团队距离感愈发明显了。这番围绕无名预告片的前期宣传和舆论的导流，肉眼可见的真心是实力不济，菜鸟水准。主导者明显不具备帮助王一博更上一层楼的宏大的格局感和讨巧的手段出来。因为王一博与生俱来的疏离气质一向都很有苏感的，这个我已经提到过了。然而呢，这种苏感很明显的，他身边的团队没有人能够清清楚楚的引流出来的，没有人能够大力的发掘出来的。团队的核心反反复复的都是简单的那一种重复，老套的那一种思路。如果您还有印象我在之前关于风起洛阳的各种干货的评述，那么您就会清楚了解我在讲什么的了。因为太明显了，这次的无名的套路完完全全是照搬了洛阳的套路出来了。一种完全不经过大脑处理，完全是缺乏论点支撑的干瘪和尴尬，简直是扑面而来了。因此呢，也让我立马就出现了木石之心重现江湖的那种雷同画面感出来了。思想和创意真的是个好东西，思想最忌的就是因循套路，创意最忌的就是没有新意。俗话说得好，痒要自己抓，好得外人夸。这次短短的无名的贴片本身就是一个非常烧脑的城市哑谜，或者说艺术留白。结果呢，团队成员就大玩起来了，自己给自己发奖的名场面和自夸的模式了。希望我绝对相信这绝不是王一博的本意，因为客观上讲的话，王一博完全具备大荧幕的魅力，完全无需简单的去抄袭别人家才会有的那一种浮夸、那一种自夸的模式。因为这一波太过明显的几乎无中生有式的操作，已经有点大家伙跟我闭上眼睛的搞笑的节奏了。总之，这回无名虽然也是主旋律的题材，但是呢，程耳导演历来就是个小众的化身而已。加上梁朝伟因为上汽受阻的原因，滤镜不在了。因此呢，无名宣传注定做出了一个常人不知的背后的很大的取舍了。因此呢，作为这部电影的明晃晃的宣发的顶梁柱，王一博刷好了万事俱备的那个宣传点的话，那么一个出彩的爆点就算是东风的了。既然我说到这儿，依旧担心一腔孤勇义无反顾的王一博被身边的那个团队给拖后腿了。因为王一博跑太快，飞太高的话，高度紧张的必然还是身后的那个乐华和那个杜华。无论如何，换点花样正常的营销套路和营销手段，是王一博的当务之急了。否则的话，一路奔跑的王一博背后的锅可会是越来越多的了。说到这，新闻我就不得不再次提一提神速飞升的那个易烊千玺，以及易烊千玺背后的那个飞速超班的无名团队。众所周知，最近几天冬奥会的赛事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那个18岁双重国籍的谷爱凌可以说是国家祝福满满，神速火爆全网了，已经 N 多次的冲上了热搜了。尤其是自带强大团队和爱国文稿的股市话术，
得到了官媒党媒的全面的一致的好评和赞誉。相关的路人缘也是一路的疯涨当中，同时呢，更加疯狂收割了海量的商业的资源出来了，算得上是当下体育圈当中最受关注，而且是最受欢迎的顶流加上主流的选手了。这形象，这操作，跟娱乐圈的顶流加上主流绝对是有的一拼的了。有趣的是，2022年的2月9号，谷爱凌与易烊千玺的关联词条突然之间便冲上了各大新闻的头条了，因为两人此前合作拍摄过一则短片，于是乎该视频就被各路的大 V 疯狂的给转发了，强行的给刷了个屏了。说到这，您的心里面是不是有一种奇妙的感觉不期然间滑了过去呢？这就是明晃晃的团队的力量所在了。当然了，跟着呢，不少的吃瓜群众们猜测易烊千玺那一边单方面的出来碰瓷，出来蹭热度了，借着捆绑谷爱凌的机会，好好的给自己刷了一波红利满满的好感度出来。而四字的粉丝们则一致的认为易烊千玺是被对家给陷害了，是对家故意买词条进行反炒作的，好给易烊千玺贴上爱蹭热度的标签出来。于是乎，争执双方一度为之大闹开撕了起来，闹的是沸沸扬扬的。说实话，素来就与别不同的新闻我，话就不用多说了。易烊千玺的团队这种卡点卡位、巧妙营销和公关的手段，实在是很有痕迹，也很高明。而且该团队超级高效和团结，向来都喜欢昼夜不停的进行网络监控，进行舆情反黑。所以呢，易烊千玺的负面的帖子能够清理的毫无痕迹，而且是干干净净的，这离不开团队上下的团结和一致的努力。同时呢，各种易烊千玺敬业努力、演技好，以及备受业内前辈盛赞的各种的优质的通稿和优质的标签，真的是不要太多了。近期易烊千玺的电影正在再次的造神当中、封神当中，于是乎呢，各种力度超长也超长的正面的营销，简直无处不在了。优质正能量流量小生的红光人设，让易烊千玺又清新又脱俗了。当然了，这次他跟谷爱凌的捆绑话题，还有第三方的加盟呢，那其实就是两人合作短片的那个官方的爸爸了。这个爸爸在背后助推了一把，目的很明显，就是要深耕一下自己的品牌，深耕一下下一步的宣传。然而呢，这次是不是三赢就不得而知了。在新闻我看来，赢的肯定是易烊千玺背后的那一支高效而且霸道的团队了。话说，聪明而且来势的易烊千玺对谷爱凌不乏好感和后续的动作，双方没准还会继续的在商业资源这一块进行更多的合作的。那么绕了一圈，您跟得上也看得清易烊千玺背后团队的那种操作的节奏和模式吗？易烊千玺团队的基本的营销思路其实并不繁也并不难，4个字就是与时俱进，或者说与时间赛跑，这5个字就行了。这个团队通常都会提前的安排好若干的热搜，做足了前期的准备，
例如谷爱凌夺冠前后和夺冠与否，不同的结果注定都会有不同的通稿出来。跟着呢，团队的工作人员还会主动的去找干货、找硬货、找论据，去支撑这些论点和论调的。例如，主动找到某些剧组需要那些导演在片场当中各种夸奖易烊千玺演技的干货视频，等等等等，这些汗水都是有回报的，而且还是无可挑剔的，甚至正能量满满的那一种充沛的回报的。相比王一博的团队，众所周知，里面很多人都是从乐华公司本身内部调过来的人，美其名曰都是为了增加团队的配置，属于重点扶持的安排而已。其实呢，闭着眼睛都能够猜得到了，那就是杜华不想让王一博自主去招聘人员，因此呢，故意安排了大量的眼线，想随时随地的掌控王一博的各种的动态。说到这，您也彻底底的明白了我很多的点到即止的哑然和担心了吧？王炸弟弟有难言之隐，那么王炸姐姐呢？她的担心又在哪儿呢？深度加温度，新闻最专注。赵丽颖和王俊凯，也就是易烊千玺的那个三小只的兄弟，如果产生出了交集出来，您会意外吗？不意外的话，那就对了，因为这两个人刚好在春晚的舞台上同台了。跟着呢，已经有投资方开始盯上他们两个了，想让赵丽颖和王俊凯合体拍戏。不过呢，王俊凯对于电视连续剧的兴趣不是那么大，而且今年他的行程也算是安排的满满的了。另外一边厢，赵丽颖跟何颂的关系现在也是一言难尽的。侯明昊自打签约何颂之后，公司已经开始计划让赵丽颖和侯明昊合作了。至于侯明昊，我在之前的视频当中也已经提到过的了，有兴趣的您可以自行的回顾一下。喜欢将心比心、以心换心的这个赵丽颖，自然而然不会排斥帮自己的公司带新人的。除了相当比例的分红之外，司藤的那一个场景意外，依旧是赵丽颖试图三赢的三哭之选了。赵丽颖接下来还有一个杂志的封面，物料已经拍摄完毕了，过一段的时间就会放送出来了。所以呢，在人气的方面，它是够的，是不缺的。无论如何，在新闻我看来，跟王俊凯合作，倒不如跟易烊千玺合作；跟易烊千玺合作，倒不如跟王一博合作。您觉得呢？而且现在王俊凯的转型还是比易烊千玺慢了不少的。而对比下来的话，反而先知先觉的赵丽颖转型其实早就已经开始了，只是真的是时也命也。赵丽颖在《八五花》当中算是后来者居上的那一个佼佼者了，凭借着大女主剧《花千骨》爆红之后，近7年来都能够实力说话，都能够排在《八五花》当中的前列。而赵丽颖的成名之路和其他的八五花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差别，也就是靠仙侠剧和现偶剧这两驾马车的。比如《花千骨》《青云志》《杉杉来了》《你和我的青春时光》等等等等。
但是呢，由于赵丽颖是从配角、从草根逐渐成长起来的，这很重要，所以她呢，在八五荒当中的演技算是公认的强于其他人的。说到这，正午阳光的那部剧，也就是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开始，赵丽颖实际上就已经开始了自己的转型之路了。而至于知否知否之后的有匪，则算是她产后复出快速曝光加上成功固粉的快捷进来的。只是可惜的是，产后复出之后，她的团队注定是不够成熟的那一种，因此呢，很多后续的操作和工作明显都没有做到位做好它，甚至还意外的出现了粉丝造反事件出来，居然让野蛮生长野蛮的反转了几回之多。这种团队的能力不能说0分吧，但是呢，跟0分也是没有多远的距离了，甚至比王一博背后的那个团队都有些差距感。我曾经聊到的个中的硬核，欢迎您自行的回顾一下那一段让人唏嘘的不容易的日子。有匪之后的谁是凶手更加让人唏嘘不已。剧里面的悬疑既然跑到了剧外了，团队的身影还是罕见。希望赵丽颖的团队能够把握机会，更新思想，进入角色，真真正正的帮助赵丽颖点亮剩下的那2部待播剧，也就是《幸福到万家》和《野蛮生长》。前者是正剧之光的农村扶贫剧，后者则是正剧之窗的都市商战剧。前期的宣传、卡位和卡点，如果都操作好了的话，团队就是一荣俱荣、居功至伟的了。说到这，明星的突破离不开团队的突破。明星一个人拼命前冲，团队跟不上火候的话，一切都是白费了。从结婚生子到复出离婚，赵丽颖的人生现在已经步入到了新的阶段当中去了。她的演艺生涯也开始了真正的新的阶段开始了，开始告别了仙侠剧和偶像剧了，开始全力主攻类型剧的她，为八五花的转型算是率先做出了最强的表率了。说到这，类型剧的宣传其实也是一个不大不小的难点所在，对团队而言也是重大的挑战，难度真的是不小。赵丽颖试水的悬疑剧，演技本身已经是无可挑剔，眼神杀四射了，结果呢，就是因为团队不力，一道烂尾了。接下来的雷声很大的农村扶贫剧，您觉得该咋办呢？赵丽颖如果大银幕暂时没有剧本的话，那些严肃的职场剧、警匪剧、犯罪剧等等等等，仍是值得尝试的题材。最重要的大前提就是剧本扎实严谨，编剧给力用心。接着就是团队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千万不能再得过且过的了。早布局就能够早尝试，八五花们距离40岁其实都已经不远的了。同样的，向来就念情念旧的赵丽颖也不太可能和那些思想缺乏创新、因循守旧的团队成员们继续的明天了。这是一个两难的抉择，
却也是刚需的抉择。这真的是与金钱无关的，只跟未来有关的。向来就与别不同的新闻我已经强调过了，最穷的团队其实也能成功的创造出最美的记录出来的。例如司藤的剧组的团队就是个我很赞赏的范本。该剧的成功不止编剧居功至伟，而且呢，每个剧组成员包括服化道都是个个尽心尽力尽职尽责的典范来的。这其实就是团队的力量所在了。在这个团队，每一个人的能力和每一分钱的金钱都可谓是用在了刀刃上了。要知道这支团队坚持在香格里拉进行了实景的拍摄，所有的特效都尽可能的写实了。而群演呢，为了省钱计，更是几乎现场随机抓人来拍的那一种苦逼的做法了。可见团队上下用心与否、无心与否的果效真的是差距明显的。甚至司藤里面服装师都会把自己私藏的旗袍贡献给了剧组了。而且呢，这还没完，剧中的某些精巧的配饰也都是服化道的各种的老师们在云南的古镇当中精心走心挑选出来的。合力省钱简直就是成功背后的二次元的主旋律所在了。另外呢，该剧聘请的造型师李萌虽然年纪轻轻，却又呢极具才华。他以古典审美为创作的核心，精心选取了大量复古的时装、民族风的服饰以及改良的汉服、旗袍等等等等，细致到还有其他家中国风设计师的品牌、风格、样式等等等等的诸多的元素，都在他每日都不停的走心考量当中。于是乎，他为司藤精心准备了足足80套的制作精良的戏服出来。最后呢，功夫不负有心人，剧组方呢严选了其中的40套貌似符合剧中人设的戏服出来，也就是说只有一半而已。值得一提的是，而司藤一共才30集而已，也就是说相关的服饰完完全全是一集一套的那一种，真的是绰绰有余了。甚至让景田可以一天几套的，可以过足了自己的时尚瘾了。因为服饰实在是多到比集数都多出了整整10套之多了。这种超凡专精的专业团队所具有的专业态度，您爱了吗？是不是有一种我刚刚提到的易烊千玺的团队的味道在里面呢？当谷爱凌迈进华道的时候，易烊千玺的自己的团队就已经把谷爱凌成败与否的文案都已经组织好的了。这种未雨绸缪、卡点卡位、巧妙营销以及前后期都滴水不漏的公关的手段，配合易烊千玺去年的一战封神，还会让您觉得大感意外吗？而司藤原定的女主其实并非景田的时候，背后的编剧和背后的剧组团队让那个有钱就可以任性的景田意外的进组了，跟着呢就意外的万年一遇的大火了一把。这证明了什么出来呢？这证明了强大的团队也可以参与造王的。毕竟巅峰艺人的继续的流量、继续的高光以及继续的成功，
绝对不是一腔孤勇的单打独斗来的。然而呢，这种每一个顶流艺人都需要的团队，也绝对不是新钱和旧情简单堆砌起来的，而是需要超强的能力，是需要超赞的创意出来的。因为我在这里必须最后的强调一下，巅峰艺人既要避免被人构陷、被人棒杀，更要特别的注意被人尬吹、被人捧杀。或许只有真心和贴心的唯爱，也就是超级专业的那一种背后团队的爱，才能够走过下一个的险滩和险阻，才能够最后逃过各种的斗兽、圈套、陷阱和被杀的。